各位好，我是 Sky， 欢迎来到我频道。最近大家应该看过一款游戏叫做《黑神话：悟空》了吧？如果你还没有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下面会放上影片，让大家大开眼界。我会用这个词啊，也就代表这一款游戏真的是世上少有的3A 级大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作为一款这么精美的大作，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？游戏的发想又是来自于哪里呢？其实就可以从最后的8个字来做一个衍生。首先，我们讲述最后8个字“白骨之后，重走西游”这段话到底在说什么？其实，黑神话的团队啊，游戏设计的前身啊，是一款将近10年左右的网络游戏，叫做《斗战神》。营运公司啊是腾讯，那时候工作室的名称啊都统称为腾讯量子工作室。那游戏推出的时候啊，在中国特别的亮眼，最棒的成绩是有60万人一起共同上线的超高成绩，会红起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哦。在当时啊，中国的网游都是以氪金为主，跟我们现在的手机游戏啊没啥区别。剧情不重要啊，短短几句话交付任务的需求，打几只怪就结束了，得到游戏的钱币跟任务的奖励。只不过就是会有大神的想法特别的不一样。斗战神的团队认为剧情才是让人更容易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来源，所以他们在剧情方面做了超大胆的实作，也就是《西游记》的改编。那一般我们听到《西游记》啊，一定都会想到大家有正义的心嘛，然后缘分到了，然后遇到唐僧去西方取经，要不然就是唐僧拿枪啊，或者是沙悟净很帅等等的，这些是我会想到的啦。那斗战神的团队啊就很不同了，他们设计的西游世界啊，里面的神佛都是伪神，万妖集结啊，都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对抗暴政手段，取经也就是一个表演而已哦。所以在当时啊，斗战神的剧情让所有人都惊艳不已，直接烙印在大家的内心。那么我刚刚说的8个大字啊，有说斗战神是黑神话的前身，原因是因为在斗战神的第3章啊，就是当时游戏热度最高峰的时候。直到了第4章之后啊，配音也没有了，精美的剧情也没做了，大家开始觉得这个团队对于制作失去了热情，所以啊，也造成了大量的玩家的流失。而第3章就是白骨精的章节，所以啊，当时就有一句话流行，叫做“白骨之后再无斗战神”，就是这样的流来。而现在黑神话要出了，官方就自己改编成为白骨之后重走西游，一切就说得通咯。那关于斗战神的剧情啊，我们可以当作参考。最后他们会怎么样用这个题材套用在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，就会变得很重要。那工作室啊，现在已经离开了腾讯，自立门户叫做游戏科学 Game Science。离开的原因啊，也据说是因为公司插手的制作，让他们没办法好好去创作游戏。那现在的人数也很少，也就10几个人而已，而且还在真人哦。有相关技术的，赶快去应征啊！那么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团队跟前身，我们稍微聊一聊游戏方面。一开始啊，我们先聊到关于战斗的成分。这款游戏的战斗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，但其实我看了3、4遍之后啊，觉得这款游戏可能不太适合手残的玩家，因为它的操控啊速度偏快，要是一个没按到的话，你可能都驾鹤归西哦。那一开始的画面啊，看到悟空闪避山贼的动作啊，所以确定翻滚闪避是可以达成的。它的无敌时间啊，我想是很长的，因为其实在我玩这么多的魂系游戏来看呢，这个玩家还确实早按了一点。以黑魂来看的话，大多数的玩家负重在于 30% 到 70% 以内，帧数是24帧，整个翻滚是1秒，换算下来啊是 0.4 秒，非无敌时间是 0.183 秒，而黑神话恰巧翻滚也是1秒哦。所以总结来看呢，只要黑魂翻滚得力的话，这一款对你来说不会很难，手速要够快而已。当然啊，如果你要看穿敌人的动作，也是可以往后闪这个选择。再不行，放出技能让怪物不要动作，再给他蓄力一个重击。这些基础动作啊，打个3贼，你也就全部了解了。后来啊，就到了桥段的展示，这里丢了一个远程攻击。不过一般来说啊，远程都不会是最主要的攻击手段，伤害都会偏低。那黑神话会不会在这里多一个巧思，这就要看到时候游戏出品的时候才会知道。那最后啊，就是一个耍棍，把弓箭的箭矢给弹开了，这一招特别帅气啊！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哇，好神哦。而这一招呢，也是团队的隐恨啊。当时斗战神的宣传就有表示会把这个技能增加进去，最后没有做成。这一次啊，他们增加到了黑神话里面，对他们来说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啦。
之后画面来到第一个让新手劝退的 BOSS。一般来说啊，这种魂系游戏不外乎就是先来一个超强 BOSS， 把一堆人给劝退啊，但打赢又有很大的满足感。这一战也突出了许多的物理效果，比如说像是金刚罩，开场这个刀郎教头打下去就放出了无敌，而在左下角啊应该是技能，触发的当下，这里的技能也开始 CD 了，魔力也有耗损。再来啊，刀郎教头发出了攻击，打碎旁边的石头，明显整个震撼力是不太够的。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游戏尚未完全，而第二颗的石头破碎就更为明显了。有关于尚未完成啊，开发商也有表示这款游戏的完成度还很低，所以要能够诠释得很好，其实真的是有限的。还有一个不错的想法是，只要火焰碰触到主角身上的毛料就会燃烧。那除了物理效果以外啊，打完 BOSS 还可以取得他的武器，游戏里面称作法宝。如果有注意到的话，拿到之后啊，右下角就会增加狼这个字眼，所以可想而知还会有多少法宝可以拿，这也是其中一个期待点哦。那右下角的字效果啊，我想跟变身的展示也有一些关系。在这次的影片里面啊，共变身了2次。第一次变身之后啊，攻击模式有改变，清除了小怪啊，变回了原形。原这个字眼啊，就呈现灰色状态，表示已经使用过了。那第二次变身就是打王灵虚子的时候展示出来，变身之后武器身上的跟刀郎教官一样，都附带了火焰属性，而灵虚子身上的毛发会因为燃烧有所影响，造成大量的重创，行走变得困难啊，伤害也变得很高。所以这个画面啊，可以得知敌人使用相对应的属性击打，可想而知是非常有效果的。回头来看一下，除了我们注意到变身的2个字以外，细心一点啊，就会注意到旁边的人形有在做改变。所以会不会跟人王的上中下段很像呢？是的话，整个玩法就会很多样化哎。OK， 讲完了战斗，聊聊场景设计。黑神话悟空的细节是很棒的，也有人说这款游戏啊是采用了箱庭设计，我是同意的。其实啊，叫做箱庭理论，也就是说每一关的设计都是不同的，可能转个场啊，读个地图都会跳到下一关。这种设计啊，其实最能凸显的就是超级玛丽使用的这个手法是最为明显的。而只狼也是用了相同的手法，打完一大关啊，会利用剧情引导你到下一个地图，你也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一大关涵盖了什么，代入感也会因此变得比较重。那黑神话的场景细致一定会再高一层次，因为其实啊，我们现在来看的展示影片啊，移动的时候都会很明显感受到模糊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速度造成的，也可以说它还没有设计完全，但整体你可以感受到是优美的，其实这样就很够了。最后我们来谈到剧情。一开始啊，会有一只老猴子讲述正统《西游记》的结局，但是他很感慨，许多人都说只是个传说。仔细来感受的话，好像就要表示我的故事怎么会被传成这样子，一种失落感其实非常的明显。西行路上，还有人说，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而这个老头子的话，就丢出了很多的伏笔，像是他说出正统的续集，也就代表这已经是历经过的故事哦。现在再走的一定是后面的，所以到底是过了几年了？这也是很好奇的一点。那当年斗战神也是设计了西游之后好几百年，也包含了许多的传说，所以黑神话应该也不只涵盖一个西游记，还会有更多其他的神话故事在里面。回头看看，刚刚打完灵虚子，也出现了第2只的猴子，像极了大圣归来的悟空啊。整体来说呢，剧情透露的不多，可见官方对于这一方面想要给我们的惊喜一定会很大。最后的画面啊，就是一堆跳点，诠释出有更多的敌人可以让我们去打，甚至啊也回到了类似天宫的地方，再大闹一次。以前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《斗战神》这款游戏啊，现在终于让我见识到黑西游的世界观，真的是叹为观止啊！那这款游戏啊，不会是这几年就出了，官方已经有丢出消息，要完成一定是3年以后才会搞定，所以我觉得到时候的画面水准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。也有总监稍微估算啊，这个展示水平就至少要2000万出去了，如果做完应该就是上亿了。而且这个影片出来啊，我想应该会有不少人募资给他们，毕竟他们现在人数太少了，也就50人，要做这么庞大的工作啊，一定是需要大量的人手才可以制作出一套好的游戏。
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切换段式了。就我自己玩人王的经验啊，切换段式在玩法上面就天增太多的多样化了，招式的华丽啊，阶段的重要性，对敌人的弱点攻击都是切换段式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支线，这也是我对这款游戏大有兴趣的一点。OK， 那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啦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个赞，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这款游戏的介绍。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游戏想要我先做超前部署的解析啊，也可以在留言区推荐给我。感谢大家耐心的观看，我是 Sky， 我们下次见，各位拜拜。